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密。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先欢迎来宾前立委蔡正元蔡委员。思密好，大家好。国际情势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思密各位朋友大家好。还有陆军退役少将李正杰将军。思密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赶快来关心现在中东战云密布，赶快来关心到的是在伊朗的反击之下，命中了以色列的国防部之外，还有它的高超音速导弹吗？突破了萨德系统，这是来自于媒体的最新报道。另外，今天也会关心到的，包括它的卡达尔380导弹重击美国的驱逐舰。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一起的来做关心。中东的这一场战事，现在打的其实已经不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了，是一个导弹战、资讯战跟长期的消耗战。最新统计，我们带观众朋友稍微来看到，现在伊朗的死亡人数已经破了1000人，达到了1045人。以色列则是在经济部分损失非常的大。1周损失金额达到了29亿美元。奇怪的是，现在不管是哪一方，都说自己大获全胜。来看到各方都说自己有各种的战机。先来看到伊朗怎么说自己的战机。他说呢，成功打击到的目标包括他用他的高超音速导弹跟他的哈迪德110高速的无人机突破了美军的萨德系统，也打到了以色列的国防部大楼跟国际机场。他还说他用卡德尔380导弹击中了印度洋的美军驱逐舰，包括这当中驱逐舰和它的油轮甲板因此都起火了。卫星影像还显示，美军的关键系统卡达扑鹿爪的预警雷达受到损伤吗？再来就是80舰队，80美军的第5舰队了，在总部的附近2套卫星通信终端设备被摧毁，还说摧毁了第2套的萨德系统，雷达也把它击中了。再来看到美国国防部又怎么说自己的战果？美军他说他用雷达鱼雷来击沉了伊朗的这个战舰，创了2次世界大战之后首次的纪录。美国也称自己击沉了20艘来自于伊朗的船舰，并且摧毁了伊朗的海军。我们来看到，包括了国防部长也说，美国1周内将会取得完整的制空权。他还说，现在伊朗的战力正在快速的下降当中，攻击能力下降，包括它的飞弹发射量下降了86%，无人机攻击更是下降了73%。在这场战役当中，我们今天也会特别来关心到伊朗首次亮相的在战场上面的新武器2款，特别来看到。第一款就是哈迪德110的高速自杀无人机了，速度1小时500公里，是目前伊朗最快的攻击无人机。再来就是刚刚特别提到这个卡德尔380导弹，射程更是超过1000公里，具备抗干扰的能力。伊朗同时间也对美国跟以色列发出警告，如果敢试图推翻伊朗的政权，那么以色列的这个迪莫纳的核设施将会成为接下来伊朗的主要攻击目标。伊朗宣称它突破的，不管是萨德系统，或是打击到以色列国防部卡达的雷达站，可不可以解读这代表伊朗找到美军它的防御体系的一个漏洞呢？如果伊朗真的如他说的去攻击了核设施，接下来以色列能够防得住吗？将军怎么看？首先，作战一定是讲究指管通情指挥管制通讯情报。那我们看到这次伊朗虽然说他作战一开始他的这种指挥领导阶层就被斩首团灭，但是我认为说他们是一个去中心化指管，也就是说，听说他们区分为31个作战单位，这31个作战单位各自按照原来的作战计划在执行当时他们所赋予的作战任务。那第一个，我们就看到他打击的是摧毁的是美国的这个雷达系统这个扑鹿爪雷达。那扑鹿爪就是一个情报系统，当你没有办法掌握到空中的情报，那当然伊朗之后后续的导弹，它要打什么地方，你就追踪不到，你就很难去拦截所以它第一个目标，看它很有步骤。第一个，先将扑鹿爪雷达摧毁。扑鹿爪雷达价值11亿美金可以侦收的距离到5000公里。大概整个伊朗的国境都是在它的侦查的范围。第二个，他就打掉他的80的这个美军第5舰队指挥所就是刚刚讲的是情报。第二个是打掉他的指挥体系。当你的指挥体系被打掉以后，你的指挥系统就混乱了嘛。
紧接着下来，我们看到它打击的就是它的这个所谓的萨德系统。什么叫做萨德系统？它对美军防御有多重要？萨德系统这个全名称应该是叫做战区防空系统这个防空作战有很多种层级的，譬如说我们最基层的叫做野战防空。什么叫野战防空呢？像刺针飞弹，它跟着部队走的，部队走到哪里，它跟着到哪里啊？它射程只有5公里，就到最后的时候，如果真的有直升机或者导弹，它做最后的防御手段那是这个野战再大一点的叫做区域防空系统。区域防空大概就是200公里，就是这整个地区我都可以防空。这大概射程大概是200公里。那具体来讲，大概就是爱国者系列的导弹譬如说爱国者3。那在更大的叫什么呢？叫做萨德，它是战区的范围包括我们假设将中东定为一个战区的话，它整个中东就是它的一个战区。所以说又定萨德，如果说摆在这个地方，它对整个这个美军在中东的基地是具有保护的能力，具有防空作战能力。因为第一个，它雷达可以看得很远；第二个，它的导弹的射程可以更高，甚至于它可以防这个拦截从这个太空重返大气层的这种对地的攻击的导弹，它都可以拦截得到。所以它的防御能力是很强的。那第三个，我们看到伊朗第三个就是摧毁你这个设施嘛。当你这个摧毁设施之后，你就没有防御设施，你的这个防空设施被摧毁掉之后，紧接着我们看到伊朗所打击的就是美军的27个这种在中东地区的基地，甚至于包括在海湾产油国家的重要的政经设施这个经济设施造成整个波湾国家的混乱。所以我认为整个伊朗它的作战虽然说它被这个斩首之后，指挥阶层被斩首之后，但是它作战它是一步一步有步骤来的。那当然这些都摧毁之后，将你美军的这种防空导弹全部拘束在中东地区，让你没办法调用到以色列。紧接下来，他开始对以色列发动所谓的高射速以及高射程的这种超高音速导弹的攻击我们看到以色列来讲，包括它的参谋本部的大楼，还有它的国防部都遭受到导弹攻击。当然，现在这个伊朗放话要攻击它的核设施，我觉得这个可能性非常大。但是我们可以区分2个层次来讨论。第一个是要不要打我觉得他当然是要打。第二个是打得到打不到，打得到打不到，那是第二个问题了。但是他把这个当作他的一个目标是必然的。我们看俄乌战争的时候，这乌克兰到最后，他虽然说没有核子武器但是他也去发动库斯克尔之役，目的就是要打到库斯克核电站嘛，那威胁到你俄罗斯境内的核设施，把它当作一个核弹来使用。那俄罗斯刚开始也是抢占扎波罗热核电厂。所以说，核子武器是一个战略型的一个这个重要的一个武器的资源，重要的作战资源。所以我认为，这个伊朗要去攻击以色列的核设施，可能性是非常高的。但是关键就是说，他有没有能力打得到，那是第二个层次问题。我相信伊朗会尽全力来保护他的核设施不遭受到攻击。如果遭受到攻击的话，大概整个伊朗整个国土那么狭小，可能就灭国了。好，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伊朗打的是非常有节奏性的一个攻击来打击美国之外，也打击以色列。那同样的问题，我们也请教委员又怎么看？现在其实各说各话，大家都说自己的战果非常的多，非常的好。那委员怎么看现在目前的战况？怎么可能有人在打仗中间说我的战果很差？一定说我的很好，对方很差。这是正常的一个宣传。但是我们还是要客观的来看待问题首先说要攻打以色列的核设施，这不现实的。我跟各位举个例子台湾的核一厂在什么导弹都打不破，我们的核一厂那么早盖的都打不破。如果你没有核子武器，你怎么有办法打破这个核设施？不可能啦，绝不可能那因为核设施的设计很特殊真的很特殊然后有人讲说那不是福岛都爆了吗？福岛其实不是核锅炉爆了，是它的那污水系统出了问题这2只我们要分开来看。所以如果伊朗没有核弹都要攻打这以色列核设施不现实。同样的，如果以色列真的有核弹的话，伊朗有1座核电厂，2座正在盖的核电厂就结束了所以说伊朗这个生意可能不太划算。以色列只有1座它有3座都在德黑兰附近这可能会很惨所以有时候在做这种战略设计的时候，有时候人要算一下
比如说有人说啊，那个伊朗可以打沙特啦、卡达啦的油田呐，哈等等，这不失为一招。但问题他的自己的油田在对面啊，所以这个到底划不划算哦？这个要理性计算哈。有人讲说我不管了，我一定要跟你同归于尽，同归于尽，你的孩子吃什么饭，对不对啊？这是一个现代，而且革命卫队都非常有钱，有钱的人怕死啊，对哈。以前革命卫队会胜战，现在革命卫队不会胜战，因为家里很有钱，都住在德黑兰的北部的豪宅区，所以情况有点改变哈。那这一次的打这个萨德系统啊等等，这是正确的做法。为什么？因为它不会动啊，不会动比较好打。像我们台湾的那个铺路爪就在乐山，在第一个时间就没有了。为什么？因为它不会跑。你爱国者飞弹还有那个飞弹车拉来拉去哦，那没有办法，还可以跑，可以煽动人呢。这种固定萨德也是固定的、啊，这种固定的雷达战真的很好打，很好打哦。那个 ANSGSC 我跟各位说明，美军只要前面2个 AN 就是 Army and Navy， 就是陆军跟海军用的，所以一定会写个 AN 2个字。再来 GSC 好 ，G 呢就是所谓的一般哈，就是所谓的 ground， 就是 ground 地面的意思，一般地面使用的。然后 S 叫 Special Purpose Communication。就是通信用的编号，那这款编号也是固定的，也很容易打，就是在屋顶上固定，很容易打哈。那这个萨德系统的体积很庞大哈。那萨德系统 AN 也是 Navy， 也是 Army and Navy。那 T 是什么 ？T 是那个 transportable， 哦，就是可以这个运送的，也就是为什么韩国的萨德系统听说要搬到中东来，哦 ，transportable， 它不像铺路爪是完全固定的。然后 P 叫 pulse， 就是脉冲 ，Y 就是雷达的意思啊，脉冲雷达哈。那这个被击中，这很正常，我觉得很正常啊，因为听说东方某大国有卫星照片给他们，所以很容易打，所以这没有意外。但他打船就有一点的困难哈，比如说现在用卡德尔380哈去打这个美军，卡德尔380就是中国大陆的鹰击83。你把那个83倒过来就380，和鹰击83打的哈。那这款导弹其实是不错啊，而且它卡达380是加强版的啊，加强版的，所以击中了美军的驱逐舰。问题是击中美军的驱逐舰有没有沉没？似乎是没有，不容易，不容易嘛哈，不容易哈，对。然后因为你要让那个什么战舰沉没，除非你用那个什么。用潜水艇来打，所以美国用潜水艇就很容易把伊朗的战舰给击沉，它道理也就在这里哈。那所以说有20艘船舰，美国你这么大打20艘，那个伊朗那个比较落伍的船舰没什么了不得啊。你说哎呦我成绩很好，不以你的实力这样实在也不怎么样啦。我们主观在讲是这样子哈。那你美国本来要取得制空权，注意到全世界没有人能够取得100%的制空权，尤其有无人机跟导弹发明以后，以前讲的制空权是我控制飞机，就现在飞机不一定角色有无人机跟那个导弹那么重要了哈。那所以不要错了，伊朗的发射导弹量下降，那下降有个原因不是它导弹量数目减少，而是它的发射平台被打趴了，因为你不能把那个导弹拉到马路上去点个火，像放鞭炮一样啊。它的发射系统是要有雷达指挥系统等等的追踪系统。那个它有听说有2000颗导弹，可是问题上的发射车才200座啊，200座已经被摧毁了大半，所以它即使有导弹，你也没办法发射。它不像中国大陆说在地下有5000公里长那么大，所以有能力有限。所以如果这样来讲的话，美国当然可以说它赢啊，因为它把它打趴了。那伊朗也可以说他赢了，因为他没有被打趴，真的。好，所以这场战争消耗战还在持续的，美伊的战争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那其实外媒现在最近几天也在持续的报道说，那中国大陆呢？中国大陆的角色在哪里？会不会在这场战争当中扮演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那其实最新消息哦，大陆的外长王毅已经出来说了，他说这个战争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哦。那么接下来会透过外交来化解争端，也会。中国大陆的部分派中东的问题特使到地区去斡旋。好，除了在外交上，现在王毅已经表态之外，五角大厦在去年也特别提出了警告，说中国企业长期向伊朗提供包括了有导弹的零组件、无人机技术跟电子设备，甚至还有消息说呢，这个王毅啊，在1号的时候跟俄罗斯的外长通过电话了，在
当中特别提到，中国会确保伊朗的无人机供应链可以不中断。换句话说，这是为什么今天伊朗可以持续的做强烈的反击的原因吗？好，另外一个重要的数据就是现在看到了，在伊朗它的这个武器方面，好像还有源源不绝的武器吗？现在推估有8万到10万架的这个沙赫德无人机，每月产量还可以到最多500架。美国则是出现警讯，白宫目前正在追加的是500亿美元，要补充它的弹药库，并且紧急要求军火商赶快持续加速生产。中国大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外媒说，没有出手帮忙，原因到底是什么？那伊朗现在可以不断的反击，跟中国大陆的资源有关系吗？赖老师又怎么看？是这样的哈，因为中国大陆的到目前为止的政策是不介入区域间的军事冲突，啊，这是到目前为止的政策。以后会不会改不一定，但是他在过去的历史中只有一次介入周边国家的军事冲突，那就是朝鲜战争。可是朝鲜战争又跟后来的战争不太一样，是因为当时的麦克阿瑟是朝鲜战争的主帅啊，他是主张要越过江打进中国的东北，而且要推翻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啊。所以才会有这个所谓的让蒋介石出场，对，因为打得不顺嘛，打得不顺以后，他那个时候也有要蒋介石用国民党的军队，其实我们那个时候也损失蛮惨重的。为什么？因为他当时要蒋介石在这个滇缅地区打一个口，所以我们才会有滇缅军的反攻作战。那个时候我们的李将军率领的滇缅军打进云南，到的腾冲，后来不知又退回去，损失很大。那一股战力对我们国军来说的话，当时的损失是很惨重的。另外一股就是原来要想从这个浙江、福建这个地方要登陆，也没有成功嘛，所以也是死得很惨啊。所以当时美国确实要求蒋介石要准备要反攻，然后也给足够的这个武器弹药等等的。另外，当然这个大陆这边马上就压下去了啊。那美国在这个地方打得并不好，但是那是中国大陆唯一一次跟在外面跟他国来作战那是唯一的一次。因为大陆到目前为止，他走的是不走军事同盟的政策，没有跟任何一个国家签订双边的跟多边的军事同盟，包括上海合作组织都不是军事同盟所以中国大陆没有跟任何一个国家签这种军事同盟组织，那他当然没有义务要介入这个国家的战争。可是美国指控中国大陆说有把这个军民两用的物资给伊朗，这站不住脚的，因为中国大陆只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的规定，安理会有制裁，他就制裁。但是安理会如果没有通过制裁的话，你单方面对伊朗的制裁，大陆不买单，那是你家的事。也就是说，你制裁伊朗是你自己违约，你自己违约，我卖军民两用品给伊朗，那是我的权利，你常被管辖，管不到我，我才不会理会你。所以美国的指控中国大陆不会理，因为大陆不但不会理，而且大陆会告诉美国，你的单方面的撕毁合约是你自己不对，你不要再讲别人。补充一下，我觉得这个赖老师讲得非常的好就是说中国在开战以后是不可能去帮伊朗。万一伊朗去打到阿联酋，去打到土耳其，中国就立场上很尴尬了，对不对？是。所以，但是在战前更早的时间里面，的确有帮忙。除了刚才讲的卡德尔的技术，就是鹰击83，好，83，然后哈迪德110其实就是巴基斯坦的短程导弹改装成无人机两个名字一样，都叫哈迪德110，完名字一样，但是在巴基斯坦叫短程导弹，然后在伊朗它叫做高速无人机，其实就是短程导弹。那你说巴基斯坦的技术从哪里来？因为巴基斯坦有这个技术，一定有人给他。那巴基斯坦要给伊朗，这个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后面人同意的嘛，所以中国有没有帮伊朗？道义上、实质上当然有，但是是在战争发生以前很久的事然后战争发生的时候，中国如戴老师讲的，真的不方便，所以有人讲说中国不够道义，中美有没有帮伊朗？有道义到了。那你说真的开战了以后，你要帮，那万一沙特被打到，中国不是不好意思，就不方便了嘛。对，好，谢谢委员的补充。那接下来这一场战争又会怎么继续的进行下去呢？那杨老师又怎么看？现在有一个说法嘛，美国说伊朗的无人机它现在已经攻击率下降，你怎么看？对，昨天美国的参谋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他说，在
2月28号到3月4号之间，尤其是进入到3月4号的这个第5天的时候呢，伊朗的攻击大量减少。他用数字来表示，他说飞弹减少83%，无人机减少73%。哦，那这个数字也许是真的，因为伊朗其实一开始啊，他就是用几波的攻击，但少量的无人机和飞弹进行攻击。那在昨天的晚上，伊朗这边释放消息是已经进入到第18波。那第18波他没有讲出他发射多少枚飞弹，可是呢，在第17波就昨天的上午的时候呢，他告知40枚飞弹。哦，所以只有40枚飞弹，那当然无人机可能是1倍之多，因为他们估计伊朗大概在前面的4天总共用了500枚飞弹，2000枚无人机。那个无人机一台大概才2万美元哦，那所以呢，它都是先发射无人机去吸引，就是不管是萨德还是铁穹啊的这个拦截，然后呢后面跟着就是飞弹、弹道飞弹，所以你看到就是这个对比哦不成比例，因为无人机一枚2万美元，那爱国者飞弹一枚400万美元，我们刚刚讲到的萨德飞弹更不得了，一枚要1200万美元以上，所以实际上现在从韩国、日本可能会接下来要转运的是爱国者飞弹。爱国者飞弹，因为在去年6月份的时候，12日战争，韩国内部有美军基地8个爱国者飞弹营，有3个被调往中东地区，在6月份的时候，10月份才调回去。现在看起来啊，我觉得在日本的新闻我也看到，他们似乎在美军基地当中再重新整编相关的这个飞弹的攻击，所以现在搞到后来啊，大家都比库存啊，不过这个库存各说各的了哈。美国说它这个库存没有问题。那但是呢，我们看到，去年的6月的时候，以色列的库存出问题了，所以后来川普才决定攻打伊朗的核设施。那伊朗的库存是多少呢？这个只有伊朗自己知道了哈。有人说什么几万枚，有人说几千枚，这个真的不知道。那所谓的飞弹地下城是存在，我相信，因为看过这个相关的影片。但是呢，我们看到前面这18波的攻击。来得到一定的成效，其实美国是很伤脑筋的。如果持续这个下去的话，就应验英国首相那句话：胜利不可能从空中获得，因为对方也会反击。再补充一个，1个小时之前，伊朗的官方媒体也宣布，在来自于以色列的无人机也被伊朗的反飞弹给打下来，所以制空权呢，你还要一段时间。好，谢谢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